醒了，过来坐下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坐下。来，拿着，拿着。想不到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鲁莽，这么意气用事。你自己说说，今天要是把你爸爸杀了，那我们有关炸药的重要线索就断了，啊，省城就将遭受灭顶之灾，敌人的光复计划就将给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造成重大的伤害。廖志刚啊，你现在的身份，首先是军人，其次才是儿子。再说了，古今中外，亲子弑父，那也是违背天理人伦，是大逆不道的。那个恶魔曾经用枪杀死了我的母亲，我忘不了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田叔叔，我向您保证，作为一名军人，从今往后我可以不碰他一根手指头。但是那个禽兽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死了。那我也要告诉你，人伦之道，血脉相承，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这个啊，有一点你必须要确认，廖一民他不仅仅是你的父亲，他还是我们破获712这个案件的重要砝码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过去的痛苦不能让它影响你一辈子，更不允许报复，这是铁的命令。这个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相就像是一把刀，它不仅会伤了你自己，也会连累到别人。你不能因为冲动，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。报告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特护病房除了医学专家和我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。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们就不要来找我了，直接去军法处吧。是。司令，我们抢回来的机组成员尸体经过解剖，没有发现搜微胶卷和任何有效线索。没有什么东西落在飞机上面。我在凌云寨是一块零件查找的，确实没发现什么。你确定所有的零件都找了，没有遗漏吗？这，崔凯啊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飞行记录仪吗？属下记得。飞机坠毁的那天，晴空万里，飞机所经之处也没有共军的高射炮，这飞机突然的坠毁，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如果不是1/1000的巧合，那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。光靠猜测无济于事。如果找不到这个飞行记录仪，我们就不知道真相，很容易被共军牵着鼻子走。司令果然深谋远虑，您这一番话算是点醒我这个梦中人了。
想共军此刻一定在找这个飞行记录仪。这个记录仪到底在哪儿呢？他不在共军那儿吗？那会是在凌云寨。有道理，藏炸药的图纸也在凌云寨。我看这样吧，特派员这边的事情由我来安排，你继续跟杨飞虎周旋，并请相思豆配合，摸清飞行记录仪和藏炸药的图纸在什么地方。崔凯啊，我希望天亮之前看到你的行动计划。是，属下告退。这封密信的意思是，让罂粟不择手段从共军手里抢出特派员。来人，马上把他送到桃溪镇留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志刚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特派员，他是你父亲。真是造化弄人。我想，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很难受。但我希望你坚强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个木偶，在舞台上装哭装笑，为了取悦生活。可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呢，台底下没有一个观众，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站在黑黑的舞台上。我活了28年了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像活了100年那么苍老。认识你这么久了，突然发现你还像个孩子。我曾经觉得我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在背后指着我骂，打死他！这个国民党狗崽子！于是我特别想从那个人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我在战场上可以不怕死，杀敌立功。就算我光荣了，我觉得我也比那样活着强。我靠着我自己，我得到了别人的承认。可是我真没想到，到了今天，我还是被命运捉弄了。你别这样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命运，但我们可以反抗啊！无论痛苦也罢，幸福也罢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
我怕我说出我的经历会吓死你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怜悯的你这个人就是太自傲，任何人都很难走进你的内心。如果在你5岁的时候，亲眼看到你的父亲开枪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活得阳光灿烂吗？太可怕了！决战旗帜时的战场，站起来！你现在头脑清醒吗？我命令你。看完之后把他烧掉。这封绝密文件让廖志刚十分震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有关自己父亲廖一民的内幕是这么曲折和残酷，而这一切又是这么的复杂和不可思议。田叔叔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绝密，把它烧掉。是。弟兄们，咱们为了二当家这一次满载而归，为了咱们凌云寨又多了这么多好的弟兄，来，咱们干了这一碗！干！谢谢大当家。倒上，倒上，来。王慧兄，这次你跑了这么远的路，辛苦了。嗨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王慧兄，这次你新招来的弟兄，可还算顶硬。这些人都是被共党共了产的，没了活路，早就想扯旗造反了。这阵听说咱们凌云寨有实力，又跟共产党有过节，这才投靠的。哎呀，咱们凌云寨能有今天，广和兄你功不可没。哎，拿着拿着。哎呀，倒是我这个大当家的惭愧呀，让牛虻盯了咱们凌云寨几口血。大当家的，我都听说了。等一有机会，咱们就下山，让那些解放军尝尝咱们凌云寨的厉害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咱哥俩再干一个。哼，来。道上，道上。怎么样？身上疼，心里更疼吧？田叔叔，你能给我解释的更清楚一些吗？当然。志刚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，要敢于承担胜利和失败的责任，同时呢，要有冷静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，因为决策就是抉择，而一旦抉择，就要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我有个老战友，当年我们一起参加北伐，在叶挺将军的麾下参加过贺胜桥和丁四桥的战役。
抗日战争之后，他留在了国民党那边，成为了我们党一位优秀的地下情报人员。蒋介石的渡江防御计划就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传递出来的，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了大功。他是卧底。对，你知道什么叫卧底吗？卧底就是卧在刀尖上，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。在相当长的一个斗争过程当中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们的很多同志跟他的上级都是单线联系，而上级一旦发生意外，那这些同志就像沉冤跌海，永远得不到组织的认可，更不要说是鲜花和勋章了。他们的心里还要承受着痛苦和悲凉，还要承受着误会和永远无法说出的遗憾。渡江胜利之后，有一次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说，现在革命胜利了，你为党已经做了很多了，你自己来定，组织上不会勉强。他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他选择了回去。是，因为当时尽管国民党的败局已定，但是中央分析，蒋介石很可能会退居到东南沿海，凭借着海南岛和台湾等地依仗着美国人在太平洋的优势负隅顽抗。而我们要想解放全中国，就不能没有敌人内部的情报。这就是他要回去的理由。志刚啊，你要记住，你要记住，有一种信念叫忠诚，有一种牺牲叫坚守。发电报，加急。那还要再多加6角钱。立即转移特派员，务必做好警戒工作。是。这位兄弟，身手不错，就是眼神差了点。绑起来，送审军事。对，来。消息挺准确，敌人果然有所行动了。参谋长，您是怎么事先知道敌人要对特派员下手的？哼，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不会神机妙算。不过这是个秘密。这个凶手是谁啊？户外工作队贾斌。哦，只可惜线索又断了。没事儿，他的存在就是线索，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。明白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敌人的气焰这么嚣张，竟然敢跑到我们鼻子底下来抢人。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。可问题是，接下来他们不知道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。
你的意见呢？田部长，我是这样想的：既然敌人狗急跳墙赶到我们团部来劫走廖一，那就证明敌人对飞鸟计划的核心内容也并不掌握。既然敌在暗，我在明，那么我们不如以静制动，等着他靠过来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打猎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紧握着猎枪却找不到猎物，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先把自己藏起来，睁大双眼，只要静静等待一段时间，猎物自然会冒出头来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太被动了？万一敌人不靠近呢？哎，如果敌人不靠过来，也就说明我们不战而胜。因为距敌人实施飞鸟计划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，除非敌人想放弃这个飞鸟计划，不然他们一定会孤注一掷，冒出头来。既然敌特在暗处，那我们也很有可能防不胜防啊。那廖一鸣在我们这儿就不安全，必须立刻转移。转移？老刘，说话要负责任。在我们的团部里有重兵把守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，移动中的目标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。在押运廖一鸣的过程中，只要出现了一个薄弱环节，都可能给敌人有机可乘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刘主任说的也应该考虑。最近前来会诊的医学专家一再建议，要求把特派员转移到省立医院去，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地方医疗条件有限啊。从昨晚发生的情况来看，敌人对我们这个地方很了解，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的。如果我们不主动的防备，就很难跟上敌人缜密的步骤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是从安全的角度，还是从医学的角度，都应该将就着马上转移。可以这样说，目前守株待兔当然可以，但是如果不主动出击，胜算的几率很小。既然敌人已经孤注一掷了，那我们也应该破釜沉舟。司令，您找我。司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卞策龙失手，为党国殉职。怎么会？我让他去结识特派员，您就让他一个人去的。但他们这一行，如果需要助手的话，那不是该退休了，就该死了。志刚啊，你的意见呢？如果首长布置的任务，我坚决负责。不过我有2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我要在183团成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，由我全权负责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要求由项少军同志来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样我才可以有100%的把握。廖团长，除了项少军之外，咱们团就没人了吗？你的这个要求有点拉帮结派的嫌疑啊！还有，项少军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一个错误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战地擅自杀掉俘虏，是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啊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作为一名解放军的团级指挥官，他怎么能如此忽视军规军纪的存在呢？他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必须严肃处理。有什么恶劣影响？有什么恶劣影响？不信，现在你就推开门，随便找几个战士问，项少军同志在每一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冲锋在前，不顾个人安危？这样的指挥员是值得战士们尊重的，这样的指挥员是可以打胜仗的。再有，他为什么杀战俘？你知道吗？那几个人在前几分钟还在拿着机关枪杀害我们的战士，
后几分钟就跪下来求饶，向你道歉。如果换成是你，啊，你怎么办？虽然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啊。好了，刘主任说的对，啊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田部长，您布置的任务这么急，正如刚才我们分析的，迪特在我们团散布的眼线，我们根本分不清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您让我去哪儿找一个我既信任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呢？张参谋长，你的意见呢？向政委不仅个人军事素质过硬，而且呢，指挥经验也很丰富。因此，我建议对他的审查能否暂缓一下？毕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破坏行动。田部长，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党籍和职务向您保证，希望您能够暂时撤销对项少军同志的审查，让他来配合我完成这次任务。既是给他，也是给我一次机会，将功赎过。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，那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。啊，我决定解除项少军同志的禁闭，让他参加这次行动。是。接下来，共军一定会严加防范。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有所行动。其实，使用变色龙这一招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当然，能救出特派员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；如果救不出来，也是意料之中。其实，我只想利用变色龙这么一搅，把共军的计划搅得个乱七八糟，到时候一定会出现破绽。这样吧，杨飞虎那边你先放一放，随时准备接应，救出特派员。司令英明。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团的骨干，接下来要执行的转移敌意特派员的任务非常重要。尽管昨天我们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，挫败了敌人企图劫持廖一民的阴谋，消灭了贾斌，但是并不能代表我们军营里没有其他的潜伏特务。所以此次行动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密。我看行动就由项少军来负责吧。报告，项少军同志正在接受调查，由他带队恐怕不太合适吧？他是个老兵了，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我信任他。执行吧。是。出去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退出行动小组？你没资格问我。我没资格，我可是你的上线。狗屁上线！叫罂粟过来见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罂粟。就你，啊，成天净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儿，你还是罂粟啊？我警告你，如果真正的罂粟不来见我，少他妈跟我谈合作！你警卫员，谁让你放他进来的？啊！你认得？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？张台长，白教授，注意截获敌人的情报。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，就靠二位了。谢谢团长的信任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哎，周同学啊，话可不能说的太满呐。喜子，哎，带上侦察连，要做好应对敌人一切动作的准备，把必经之路周围侦查清楚，注意隐蔽。是。老张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制定出1、2条备用路线来。好，晚饭后再向你汇报。行，那大家都各自准备去吧。哎，等等，
我再强调一句：保密。 1保密，2保密，3保密，4保密，5保密，6保密。总而言之，啰嗦。去吧，去吧。独狼，今后就要我相夫任务。是。 现在能发加急电报吗？我很着急。这恐怕不行。我真的很着急啊。下面有礼吗？哟，向副政委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来取个包裹，这还没到呢。哦，对了，小吕。 包裹到了，记得通知我一声啊！好嘞，行。哎，你来干嘛？啊，我给家里发一封电报。哦，哎，你这守着电台，还到这儿来发电报啊？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儿用军事电台呢？有组织纪律性啊！发吧。 我们一共制定了3条押送路线，具体走哪一条，在行动前由田部长和师部定。由向副政委押送廖一民走指定路线。孙喜，你的2支小分队启动其他2支作为押送与火力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回去注意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散会。是。 张团长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有话说，说吧。那我可说了。说嘛，坐下说。我觉得贾斌不是窃取有关飞鸟行动秘密文件的那个人。为什么？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背影吗？贾斌的体型我看过，我看到那个背影显然不是他。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。那个贾斌为什么能精准地找到目标？证明我们团里一定有人在给他做内应、通风报信。而这个做内应的人，就潜伏在我们身边。我觉得那个背影应该是个女人。张台长，你做出这样的判断有证据？ 咱们团的女兵可不多呀，那你就可以从我开始审查呀。张台长，我认为你在说气话。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对任何事情判断都要慎重，而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凭着个人的好恶就对一个同志下结论，尤其又是我们并肩作战、出生入死的战友。你这样做，不但会破坏团结，而且会给革命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不要说了。 你说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，但是现在我命令你回去休息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完成好明天的任务。我指的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可是，进来。团长，一份文件，请签个字。啊。 立刻发出去。明白。司令，这是英苏连夜送来的。我
我说共军怎么最近没有动静？原来在暗度陈仓啊！特派员被他们弄走了。你看看，我最近正在研究毛泽东的《论游击战》。毛泽东把《论游击战》归纳成16字真谛，就是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进，提皮我打，敌退我追。现在正是风水轮流转呢。我们住进了深山老林，用毛泽东的《论游击战》来对付共产党，这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现在共军是退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进。崔凯啊，通知所有人开会。是。白教授，还不休息啊？啊，今天你去邮局后，那个不明电台又发报了。你注意一下时间。都在出事前后。发报的是同一个人，发报手法也完全相同。你怀疑邮局是敌特的联络站？我去跟廖团长说一声。等，张同学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，你认为合适吗？那怎么办？盯着他，看看能不能钓上大鱼。那也得说一声啊。等大鱼上钩了再说也不迟啊。这阴谋阳谋能获胜就是好谋。哟，向副政委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取个包裹。有道理。把特派员给我接回来。是。司令，您找我。崔凯啊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明天，也就是共军转移特派员的当天，共军有一批物资要运抵省城。您的意思是吃了它？不，让杨飞虎去吃了它。杨飞虎？对呀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让杨飞虎把共军的这批物资给劫了。明天你要亲自带队潜入凌云寨，浑水摸鱼，争取找到飞行记录仪和存放炸药的地形图。如果这两样找到一样，我们的本钱就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他敢拦截，那杨飞虎从今以后就跟共军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梁子。到时候我们再加上一把火，杨飞虎迟早会在我的面前俯首称臣。司令英明。崔凯啊，明天一早你亲自去凌云寨。是。一定要万无一失。梁柱子，我现在应该称呼你为崔府。你居然敢单枪匹马地跑我们凌云寨，怎么着？想当虎胆英雄？大当家的，我今天是来向你请罪的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我当时不该骗你，还得罪了圣女。姓崔的，自从你来了我们凌云寨，我们这儿就像一直有一个鬼魂，咬得我们鸡犬不宁。你这一次又有什么阴谋想陷害我凌云寨啊？大当家的英明神武，我岂有那个胆量？别人没那个胆子，可你姓崔的有。你这次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？大当家的，崔某今天是诚心诚意代表裘司令来向你致意的，并有要事相告，想必你一定会感兴趣。老子不听也罢。
明天将有共军的一批重要物资从贵州运往省城，而且他们一定会经过凌云寨西边的车头村。嘿嘿嘿，姓崔的呀，这么好的一块肥肉，你居然舍得扔给我？你不会又挖了一个什么陷阱，想让我杨培虎往里跳吧？事儿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也算是对之前的得罪表示了一点歉意。至于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如果凌云寨富的放不下几车共军的物资，那就算我